我去探望王姬时，发现他的侍女启红神色有异，追查之下，果然是启红在补汤里下暗药，几乎令王姬滑胎。启红已向我坦诚，自己利欲熏心，受人收买。我乃念他无知，且诚心认错，免他死罪。若主使者也能坦诚错误，真心悔改，或许本宫也能免其一死。江姬，你有话要告诉本宫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但本宫有。启红已经指证，是你收买他向王姬下药。我没有，是王姬收买下人诬陷我。自从知道你受伤不孕，本宫一直注意关心，为你筹谋往后生活。不管是出宫重获新生，还是留在宫里继续生活，本宫都会按你意愿尽力安排。可你想的却是谋害他人。时至今日，本宫独见你，是想给你机会，盼你知罪认错。但原来都是本宫枉费心思。御医证实，启红所下的正是能导致滑胎的蒲黄，而最近宫内只有你因治淤伤而要了此药。我确曾要此药疗伤，但也不能证实下药的就是我呀。皇后明鉴。不错，蒲黄并不能指证你，但收买启红的财物中，你的妆粉却是铁证。这月季花香粉，奇香无比，但仅有一盒，唯你独有。你以此粉收买启红，当中的月季花香却揭发了你，还要我拿出其他证据吗？皇后饶命，奴婢只是一时冲动，想要泄愤，并非存心害人。泄愤？奴婢入宫以来，从未受到宠幸，皇上连奴婢是谁都不记得，难得可以侍寝，却因王姬怀孕而告吹。本已难过，又被王姬姐妹所弃，跌倒，以致不孕。后宫之中，个人有个人的境遇。历代以来，恩宠尊荣、儿女成群的又有几个？凄凉的远不止你一个。你却诿过他人，更蒙歹心害人。可当日确实是因为王姬姐妹言辞侮辱，奴婢才会气急而跌倒。想到将来无儿无宠，在宫内孤独老死的凄凉，全因王姬而起，而她却受宠怀孕，无比风光。奴婢只是一时怨恨迷心，才会犯下这谋害皇嗣的死罪。奴婢知错了，奴婢闯下大祸，请皇后恕罪。其实奴婢除了为自己出口气，也是为皇后。那王姬名位未尊，一朝得宠，已经霸道嚣张。他日若诞下皇子，恐怕不止侮辱欺凌众姐妹，更会动摇皇后与皇子的地位啊！奴婢真是诚心维护皇后和皇子，只要皇后饶恕奴婢，江柔以后尽听皇后差遣。皇后一向宽容待下，即使饶恕奴婢，也不会招人疑心。放肆！我宽容待下，竟让你窃词狡辩。本宫真心把你们看作家人。王姬与你我共侍一君，她的孩子也是你我的孩子。你伤害的不只是大汉的皇嗣，也是自己的孩子，天理难容。奴婢知错了，皇后宅心仁慈，厚道敏恤，不会杀人的，不会杀奴婢的。本宫的仁慈，本宫的敏恤，竟成为你狠杀孩子的仗势，那本宫更要严正执法，绝不能姑息养奸，不让心存歹念的人贻害后宫。来人！在。江姬谋害龙毅，论罪当斩，把他拉下去，后斩。皇上驾到！陛下救命啊！参见陛下。陛下圣安。都免礼。
谢陛下。启禀陛下，姜姬下药，意图谋害王姬腹中胎儿。幸亏臣妾发现得早，胎儿无事。但姜姬毫无悔意，不断窃词狡辩。陛下，奴婢冤枉，奴婢下药并非自愿，而是受人所逼。受何人所逼？是皇后。皇后指使你向王姬下药？千真万确，陛下，皇后已不是陛下所知道的贤后，她怕王姬生下儿子会威胁到她母子的地位，知道我与王姬不和，又一直盼能弑君，故意安排侍寝机会相诱，叫我下药令王姬滑胎。若我不答应，就永不能见陛下一面。奴婢无奈之下才会下药，岂料皇后却将所有罪责推到我一人身上，意图脱身，还要杀奴婢。大胆将军！谋害王姬母子不成，还为图脱罪诬陷皇后。皇后善心仁德，是日积月累的言行所证。岂是你一人之言可以歪曲？你歹毒如斯，死不足惜。后宫之人，就由皇后处置吧。把姜姬拉出去，力斩不赦，以儆效尤。陛下，陛下饶命！皇后饶命啊！奴婢知错了，奴婢真的知错了，皇后饶命啊！陛下，陛下救我！饶命啊！皇后，你看这皇城多美。是啊，只可惜姜姬殒命，再看不到眼前这美景了。假如臣妾能及早察觉姜姬品行，不选她入宫，她此时或能在家乡过安稳日子。皇后可知，朕方才为何要听她那番窃语诡辩？臣妾知道，陛下是要臣妾看清楚姜姬的狡诈，以免臣妾因杀她而难受。如此狠毒之人，即便没有入宫，在民间也会多行不义，自寻死路。以皇后之人，也要狠心严杀，必定死有余辜。他执迷不悔，臣妾当然不会姑息。只是他的死，让臣妾明白，皇后二字，实有千斤之重。一念间，一句话，就是一条命啊！居高位者，权力与尊荣背后，就是这千斤之重。但由你与朕一起承担。朕勤政安民，平定天下；你传德后宫，教化万民。你我同心共勉。指望臣妾能不负陛下所托，臣妾今后会更用心。臣妾坚信，滴水可穿石。但愿王后能止祸患于未发。还记得当日说的比试吗？富国安邦，乃朕之志；而和乐后宫是皇后之愿。你我就此立约，同岁之约，以此生为期。不达者罚。好，不达者罚。此生为期。此生此世，与你白首偕老，共枕盟约。陛下。找到段老先生的时候，他已病重，幸好他一进城就被发现了，及时送到了孔御医成交的家中。
由孔御医亲自照顾，现在暂时保住了性命。他的病有多严重？常年积郁成疾，气血大虚，阳气衰微，情况不容乐观呀。孔御医说，如果他有家人，要尽快安排见面，他可能命不久矣啊！什么？你去告诉孔御医，不论有什么办法，即使倾尽太医术所有药师，一定要保住段老先生的性命。还有，此事绝不能外泄，包括皇后，违者死罪。臣遵旨，臣定会守口如瓶。段老先生血弱气尽，药石无效，臣等也无能为力，求陛下恕罪。陛下，皇后来了。陛下圣安。陛下，臣妾的亲兵查探到，有个叫段忠的老人家最近现身长安，他应该是段大哥的父亲。确有此事。陛下知道，想必已经派人找到。确实已经找到了。太好了，那赶紧派人把他接进宫来，静待段大哥回来相认，臣妾也好见见他，谢他当年赠饭之恩。不用了，人已经死了。什么？死了？这些年来，他四处漂泊，芳轩妻儿早已经是心力交瘁。几年前得了西奔之症，自知命不久矣，再走到长安，已经是油尽灯枯。陛下知道的如此详细，难道？朕早前已寻到段忠，把他安置好，让御医寸步不离的照顾。那陛下可有通知段大哥？段大哥忠君爱国，置生死于度外。段宏所有的牺牲，朕定会给他赏赐补偿，绝不亏待。难道陛下以为，与父亲久别团聚，是官爵财帛可以替代的吗？段大哥离京前，牵挂的只有父亲，盼父盼归是他唯一的心愿。可陛下找到段大叔，却不告诉他。那朕该如何？派人去淮南，叫段宏闯过刘安军马奔回来，还是将奄奄一息的段忠送去淮南护学？段宏身在敌营，若受此事影响，智取刘安的种种部署均会功亏一篑。臣妾明白陛下心系天下，可段大哥，段宏也会被揭露身份，身陷险境。即使他能全身而退，但他久留淮南，朝中早已认定他叛逆。若他无功而回，朕该如何待他？陛下顾虑周全，是臣妾未有细思。你既视他为大哥，就应该想到，若知真相，他定陷于忠孝难全的困境中，你可忍心？朕宁为他承担不仁的骂名，免他为难于忠孝间的抉择。朕也错了。
没有通知段大哥，陛下无错。可陛下为何要瞒着臣妾呢？朕已说过，段忠身子太弱，难乘车马劳顿，不能入宫。那至少可以让臣妾出宫一见，还报当年赠饭之恩，也好带段大哥尽一点孝。皇后贸然出宫，你是要天下人和刘安都知道我们在为一个逆臣寻父，还照顾得周到吗？那陛下可有告诉段大叔，他的儿子忠义仁勇，在朝为官，为国尽忠吗？朕只能谨慎行事。陛下的谨慎，却让一生坎坷的老人孤独而死，连儿子的成就，甚至生死都一无所知。你连每一个老人是否安详而去，却不体谅你的父亲做此决定有多艰难。陛下圣安。皇后免礼。谢陛下。今早收到懿函上奏，懿叔叔，他奏请赐书与各地详叙学术，让各地贫寒修文学礼，实是好事。朕让天禄石渠阁送书与他。那臣妾替各地贫童孤儿谢陛下。懿函广传福善于四海，为汉室培育才德之士，实是大功。朕想授他为局长，借周游各地之便，为朕举荐孝廉贤能。懿叔叔深谙民意，举荐之人定是贤良方正，可助我汉室平定民安。方才见你在专注作画，在画些什么？是为段大叔盖棺的帛画。哦，是吗？帛画盖棺，引魂飞天，皇后辛苦了。不辛苦。这天上与地下两部分，是宫中画工所制，臣妾也只是做了中段的人间部分，以为段大叔之灵。陛下日理万机，还要做各种艰难的决定，顾虑臣妾与众人的难处，一定更辛苦。人间部分是死者生前事迹。皇后认识段老先生，由你来作画，确实合适。久未与段大叔共处，只记得他教段大哥吹埙，抒发情感。这父子吹埙，画得很生动。看来你花了不少精神。段大叔生前，子夫未能报他深恩。如今人已仙逝，子夫能做的，只是静心斋戒，为他做着帛画。你正斋戒？臣妾只是想静心做着帛画，引之飞升，让段大叔含笑9天，那样，段大哥从淮南归来知道，也有所安慰。陛下若要在交房殿用膳，臣妾吩咐厨房准备荤菜。不用了。皇后斋戒，朕怎好在旁吃荤？而且朕还有些奏折要看，不耽误皇后作画了。皇后莫太操劳就好。陛下，陛下也不要太过操劳。
陛下，那道凤池凌霜已经准备好了，还有陛下特意为皇后张罗的几鼎美食，也都已经……不用了，皇后斋戒，不要扰她静息。摆在非常殿。陛下，那臣就把食物送到非常殿。不用了，朕不想吃。可是陛下，当中那进贡的羊卤已经温热，恐怕是无法保存啊。王姬怀孕辛苦，送去给她补补身体吧。诺。皇后，王姬平时请安也常缺席，今日我看恐怕也不会来了。王姬怀孕，肯定不方便，我也明白。就请徐黎夫人向诸位妹妹讲解亲蚕礼的仪式吧，不用等王姬了。王姬到。参见皇后。你身体不便，不必拘礼了。谢皇后。奴婢这阵子常觉身体不适，少来请安，还请皇后恕罪。这请安呐，只是礼教仪式，诚于中而行于外。若心存恭敬，则不拘于形式；倘若心中不敬，那这礼仪便会徒具其表了。其实，奴婢每日都盼着见皇后，可是肚子越来越沉，一走动便觉不适。皇上总叫奴婢多休息。这几日，妹妹一直卧床调养，这不，刚刚见好，就非要前来不可。我受皇上之命，要照顾她，便只好陪她来了。那就快坐下吧。诺。今日御医可有诊断？一切安好吧？回皇后，一切安好。多谢皇后一直关怀，常送药膳给奴婢养胎。只不知奴婢是不是虚不受补，吃了还是倦怠气弱。这反而啊，是昨晚皇上赐了奴婢用羊乳做的汤羹，一吃就似有神效。妹妹能开怀，腹中胎儿自然也就欢快。还有呢，启禀皇后。皇后，白民来给皇后报喜。报喜？大将军胜了，霍校尉他也获胜了。皇上正在议事，先派白民来报。皇上主臣一定要告诉皇后，霍校尉虽是首次出征，已见神勇，出入敌阵立了大功。只要他们一切安好就行。恭喜皇后！皇后真是一门俊杰，大将军已是护国功臣，霍校尉更是少年英雄啊！最难得的是皇后与家人的贤德，即使功高位尊，仍是千景宽仁，礼待臣下。等大军回来，皇上对功臣的封赏恩宠，肯定丰厚实在。皇上说了，除了封赏，待大将军与霍校尉归来，还要邀请皇后2位姐姐与家人入宫，设宴同庆。那吃的就不止羊乳血鸡了，肯定是5鼎4簋的国宴了。恭喜皇后！敌方轻视我小子，我就深入敌军境内，叫他们知道，莫轻视我年少。好，就800人，进他数百里，歼敌军2000多人。好啊！最重要的是无恙归来。姨母，去病履行承诺，平安归来了。皇后不必担心，卫青果敢，去病骁勇。
他们二人都是朕的钢铁臂膀。姨母可知，去病此次还手刃敌人的相国、当户，他们除了闻救父便落荒而逃，也会因为我霍去病的名字而闻风丧胆啊！是啊，就属他最勇猛，一直往前冲，我拦都拦不住。大将军，你这样说会吓坏姐姐。去病，你不是答应过不会冲动鲁莽吗？姨母放心，去病是依据形势才单刀直入，还连立2功呢。皇后，去病神勇，连凶悍外敌都怕，确实领我汉军扬威大漠，不能轻看的勇将啊！这小子有陛下包庇，臣妾怎敢轻看呢？这就好。霍去病听风。飘摇校尉霍去病听旨。霍去病虽是初生牛犊，但此仗大败外敌，勇冠3军，朕就封你为冠军侯。食邑1600户，赐府邸。谢陛下封侯赐邑。然而，陛下赐府，去病愧不敢受。为什么？此次在边疆，看到外敌扰边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守边将士也是风餐露宿，所以当时就对自己许诺：边关未静，无以为家。说得好，不愧朕对你顾惜已重。这府邸朕记住了，他召你进边歼敌之日，就是朕赠府之时。谢陛下隆恩。起来吧，子父，你别怪朕对他偏心。我们这宜生确有过人之处，还有我们的弟弟，今番领军也是功不可没，赐1000金。哎，都免了。谢陛下。谢陛下。好啊，我们的家人都大显才干，功勋盖世。待你2位姐姐进宫，今日的家宴就圆满完成了。陛下，陛下对臣妾所尽的心，臣妾敏感五内。叫！用力，妹妹，用力，用力，用力呀！就快好了，用力呀！用力！楚父，你若在天有灵，就保佑那王爷3个男婴，给皇宫来个天翻地覆，让卫子夫永福宁氏。用力，再用力一点，用力！出来了！妹妹，恭喜皇上皇后喜得龙子，愿皇室子嗣延年兴旺。都免礼了。谢陛下。陛下，皇子很乖巧，都不哭闹呢。参见陛下，参见。免礼了，免礼了。你现在啊，就该好好的调理身子。后宫的姐妹们都为你高兴，托我来祝福呢。谢谢皇后与宫中的各位姐姐。你现在啊，已为人母，就更要贤德律己，与后宫众人互敬互重，和乐共处，为儿子做榜样。奴婢谨遵皇后教诲。皇后，你也过来抱抱朕的孩子。皇子龙眉凤眼，很像陛下。朕倒觉得他像巨儿。你说该起个什么名字？陛下觉得呢？就取鸿门的鸿字如何？宏达者，聪慧博学；鸿门者，黄门也。这皇家之子定是学富五车的渊博贤达。陛下，
王姬为我大汉在天子嗣，是否应该正其名位，以赏其功，赐新殿字，以便王姬养育皇子？传朕旨意，封王姬为王夫人，赐居凤凰殿。皇丧照顾有功，赏100金。谢陛下，谢皇后。好，皇室在天子嗣，普天同庆。筹备盛宴，朕要大肆庆祝，节彩一跃，擂鼓报喜。今日15，大日已至，8方神仙与我神力，4方天兵前来相助。捉刘安，攻陷长安，顺天意，行大道，取代刘彻，登为新皇。即使天兵神仙，也不会助大王逆天而行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怎会知我密事？久居淮南王宫，这里的一草一木，一兵一马，有什么我不知道？哼！以往每日午时，总南巡大王踪影，只要稍微注意，不难探知你在这里装神弄鬼，做法求仙，做你的春秋大梦。原来你真的是刘彻的奸细！什么奸细？我是名正言顺由皇上派来，平乱除奸的特使。呸！你凭什么？就凭大汉皇帝的圣旨。皇上有旨，淮南王因劫宾客，抚巡百姓为叛逆事，即刻捉拿，押回长安，依法论处。荒唐！这是我淮南疆土，刘彻的圣旨在这里算什么？来人，给我抓住这个奸诈细作！抓他呀！抓呀！原来你将我的人都买通了，你们这帮叛逆之徒！他们并非叛逆，只是顺天而行，不想与你同流合污罢了。这御赐虎伏在，不听令者，才是叛逆。如今你大势已去，还是束手就擒吧。那衡山王刘赐与我一同起兵，看来也是我一厢情愿了。段某前不久已经告诉刘赐我，你坐拥江山之后，根本不欲信守盟约，既不打算封他为相，亦不会重用其子，而是伺机杀他，吞并其风头。你以为刘赐会怎么做呢？你名为合纵，实为离间，挑拨我兄弟。你这个忘恩负义之徒！枉我还曾救过你父亲，待你如此，你竟然如此的报答我！你休再假惺惺了，家父根本就没有什么避嫌小受的信物。当日我假意提及父亲，只为示你居心，没想到你竟然顺势拉拢，更证明你心怀不轨。我心怀不轨？那狗皇帝所作所为，那就是光明正大。你那2位好友窦婴、灌夫，为刘彻效忠卖命，最后落得怎样的下场？我只有灌夫，骂作本并不至于死罪，就因为他知道你与田汾合谋作反，才会被害而下死狱。但是下旨杀他的是刘彻，刘彻杀的还有窦婴，当初是何其倚重，但是一个诬陷说辞就随意生杀，这样的皇帝，值得你为他出生入死吗？天下厚颜无耻莫过于你。窦大人并非被皇上赐死，而是他一片担心，为天下万民甘以死诱，让田汾疏于防范，以便抓出你这与他谋反的逆贼，才牺牲自己。看来你们还真是用心良苦啊！窦大人以己性命，免百姓于战祸，忠诚可敬。皇上早已承诺，
把你押回长安正法之日，就是共济忠烈之时。你以为制住了我，就可以回长安邀功了？你可以买通这几个兵卒，却不能买通整个淮南。是吗？参见大人，淮南各城已降，刘建已交出兵权。时道寡助，刘赐倒戈，连你的孙儿刘建都归降大汉。我劝你还是不要做无谓的挣扎。从一开始，你就对我提推恩令，就已经在谋算我了，离间我与孙儿亲信的关系。你好狠毒啊！若非你只重权位利益，不顾亲情，又岂会自陷众叛亲离的境地呢？你们跟随那狗皇帝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刘安起义是替天行道啊！你若俯首就擒，我也不会为难；若你执迷不悟，我便不会让你逃出此事。此乃窦大人所赠宝剑，你若反抗，我便以此手刃你这叛贼。要杀我吗？可杀了我也阻止不了刘彻的败亡。淮南重兵皆握在我儿子刘谦的手上，现在应该已经出发攻长安了。我谦儿才是秉承天命的真天子，他定会为我报仇，灭尽你们这帮狗皇帝的兵马。恐怕你的谦儿也不能助你，因为他早已身首异处。谦儿！众将听令，在！五福在此，将叛贼刘安拿下，押回长安，以正法。谁都抓不了我，也杀不了我。我谦儿升天，也差天将来保护我。完全天将围绕着我，护卫着我。本神乃上天所派，下凡济世安民。你等不知感恩，反诬陷于我。你们不配有新军护士！把他拿下！我已经得道成仙，鸡犬兴文，都可以升天。刘彻永远都杀不了我。参见陛下，臣没有失信于陛下，淮南叛乱已经平静。这些年，你辛苦了。护国除奸，是臣职分。陛下交给臣这虎符，足以证明陛下对臣的信任。臣即肝脑涂地，无以为报。朕虽给你虎符，
但你不费朕之兵卒，不用朕损兵折将，便阻止了叛乱，这是天大之功啊！臣不敢居功。无需谦让了。窦婴冠夫如今死能瞑目，正因你证实，当年就是刘安与田汾合谋作乱。这是臣在刘安密室中寻得当日田汾与刘安相通的密函，这就是他们谋反的铁证。好，这铁证正好作为祭奠之物。若田汾未死，朕必将他五马分尸，以祭窦婴。窦婴，当日田汾暗施诡计，你不得不因伪造圣旨而无辜枉死。目前只有臣死，让田汾以为陛下相信是臣诬告他，而疏于防范，也好让陛下趁机找出他的罪证，以便吞并不法，一举铲除田汾及其合谋一党。臣恳请陛下原窦婴必死之志。如今真相大白，叛逆者都已伏法，窦婴你就安息吧。淮南已肃，未告英灵。耿耿忠心，无愧天地。窦洪，朕今日还有一事。要向你置酒道歉。道歉，陛下，这是所谓何事？皇后驾到！皇后金安。陛下圣安。陛下圣安。皇后金安。段大哥免礼吧。子夫终于喜见段大哥平安归来。但臣为何觉得皇后并不欢喜啊？其实你在淮南期间，朕已经找到你父亲，可是他当时已病重。朕虽派御医全力诊治，可用尽千方百计，最后还是返还法术。皇上未免段大哥在淮南心绪不宁，一生危险，故此没有立刻通知你。但是皇上已命人暂时将段大叔安葬，且臣只想知道，家父离世时是否安详？段大叔在御医等人照顾下，想必是安然而逝的。孤独病重，苦后亲儿，含着怨念遗憾，又怎会安详？段大叔如果泉下有知，也不希望看到段大哥你如此悲痛，伤了身子。朕已吩咐卫青协助重为你父亲大葬之事。为父惧丧失人子之志，不必劳烦他人，请陛下恕罪。你为遏制叛乱而无法与父亲作别，朕一定会严惩乱党，让你的牺牲值得。你在淮南立下大功，朕会先付你郎中令原职，待淮南余党
击衡山王叛党，权倾剿后，再做封赏。平乱一事，臣不敢居功，难以领受封赏，也不必官复原职。皇上，张功臣已表率天下，段大哥无需自谦而惧赏。况且，你贬职只是为了平乱，如今叛乱已定，官复原职也是理所当然啊。臣身为人子，与父失散多年期间，未能晨昏定省，临终竟也不能尽孝，心中有愧。陛下，臣妾有一句话，不知当说不当说。但说无妨。臣妾以为，段大哥确实有过，不能封赏。大汉以孝立国，推崇孝道，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，孝之终也。段大哥曾居高职，却未令段大叔显名显贵。陛下如果让段大哥重居高位，恐怕只是更招其害。段宏未能弑父，确实不孝有过，不应接受封赏。但他平定叛逆，忠君有功，朕也不能不赏。既然如此，陛下何不将功归于段大叔，为其建功德祠？陛下既能赏功，段大哥也能尽孝，让段大叔显名显贵。父亲生前，臣未能尽孝，臣只求父亲死后荣耀，望陛下成全。段中教子有方，让朕得绑臂段宏，堪配其名。下旨，此段中功德祠，让他名显天下，万世传颂。谢陛下隆恩。参见陛下。你深夜前来，可有急事？廷尉监已在淮南王宫搜获全部信函文书，并送回长安，其中与刘安私通的王侯百官，臣已整理在册，请陛下批阅。好，办得好。藩王公卿大不乏人，这伪善的刘安果然广结党羽，饶我清净恶不大汉，还要忠臣名节受辱，忠孝难全。张汤，臣在。把这帮乱臣贼子缉拿归案，一个不漏。诺。还有事？回陛下，这名册上还有平阳公主的夫婿汝阴侯。夫人，听思和说，你近日有些微咳，需不需要严医诊治啊？君侯今日怎么有空来关心我了？公主啊，你是我的夫人，我怎么能不紧张？我怎么能不关心呢？你整日待在府中，这没病，也都快憋出病来了。要不，我陪夫人出去走一走？那我们就去长安吧。夫人定是想家了。好啊，我们就去长安。夫人去哪里，我就陪你去哪里。是你陪我，还是我陪你？夫人真是耳聪目明啊。最近皇上正查办淮南乱党，你与刘安亲信，交往甚密，想到长安去表忠心，我又怎会不知道？先前是为夫无知啊，我和他们，不，我跟那些叛党完全没有交情。叛乱一事，我更是一无所知。夫人，千错万错，为夫可都知错了，
我也收心养性了。以后你不喜欢的人，我全部都不理。还有什么那些琴瑟箫笛，我全部都扔掉。还有那些歌姬舞伎，都赶出府。是吗？你舍得吗？有贤妻如此，足矣呀。还有什么舍不得的？夫人，可要保重身体啊！哎呀，你病了这几日，为夫确实寝食难安呐。夫人，我差人准备回长安。你不是刚叫我要保重身体？咳嗽还没有痊愈，怎经得舟车劳顿？哎呀，是，万一落了病根儿，这为夫罪过可就大了。哎，夫人，先休息，待夫人痊愈，我们再启程啊。皇后，大将军到。姐姐，快坐。姐姐在准备放灯。淮南叛乱，惹起诸多风波，我是想祈求，让这一切尽快平息，忠贤之人都能安好。姐姐只用桃花，看来惦记的是公主。当日你我从平阳侯府入宫前，公主正在桃树下，说她只是撒种之人。就如这棵桃树一样，我只是播下了种子，能不能开花结果，就靠你自己了。可是如今，我们都花叶茂盛，果实丰硕，撒种之人却……姐姐是想说，汝阴侯被指与刘安勾结之事。朝政之事，我不便过问，亦相信皇上与公主姐弟情深，皇上不会怀疑公主。只是夫妻相连，如果汝阴侯有罪，必定有损公主的名声。汝阴侯若无罪，自是最好；即使有罪，弟弟也要尽力维护公主。贪夫殉财，烈士殉名，君子即末世而名不称焉。公主志气干云，惜名重义，尤胜男子，定不能因他人之罪，而让他蒙上与他为人不符的污名。姐姐放心，弟弟定尽力维护撒种之人。陛下，张汤已把长安内外、封疆各郡与刘安勾结的皇族公卿们，都一一逮捕查审了。张汤执法已严，无需你出兵平定，这就最好。叫你来，正因为长安危机已过，可以解除严密戒备，恢复平常防卫，兵士也可按常请告轮换。臣遵命。陛下，平阳公主与汝阴侯求见。终于来了。宣。诺。参见陛下。姐姐快起来，朕一直惦念你，一切可好吗？我很好，多谢陛下关心。陛下操劳政务，更要保重龙铁。政务虽忙，可朕却神清气爽。想到奸邪逆反之徒已消，作乱者绳之以法，只觉痛快。请陛下恕罪。臣身为皇亲，竟无察觉淮南叛党的阴谋，实在愧对陛下。朕的姐夫不只是淮南叛党的座上客，还与刘安书信往来。到底是为查阴谋，还是代为隐瞒，甚至同流合污？不，陛下，臣冤枉了。臣与叛党只是交际应酬，与刘安的书函只是谈论天象、养生。臣真的一点都不知道他们的阴谋啊！臣真的是冤枉的。谁知那些天象养生当中，
会否暗藏密语？你与叛党交往甚密，还敢说朕冤枉你？不敢，臣不敢。公主知道臣是清白的，臣与他们只是饮酒赏花，做了应酬，从未议事论政啊。夫人，你说句话呀！臣对陛下的一片担心，公主你是知道的。我不知道，陛下，他的心我不知道。陛下，我只是知道，他经常穿梭淮南汝阴，与刘安亲信吃喝玩乐，其间有否筹谋作乱，我不知道。反正我有我诗集书句，他有他烈焰风凛。我耳畔仿佛回想着他当日的一番话。如果见到俏丽佳人在他的马车上，又或者在床榻上，劝我都不必惊讶，因为他与我各不相干。好一个夏侯婆！当初在长安，你不顾公主，独自去狩猎，朕召你入宫训话，你都忘在脑后。臣没有忘啊。当初朕说，若敢辜负公主，你会如何？要决处死。可你明知故犯，看来你眼里也没有朕。不，来人，在，把夏侯婆拉下去后斩。陛下饶命啊！夫人，救我！慢着，请陛下收回成命。汝阴侯不能杀。汝阴侯一命虽轻若泥尘，但公主的名声却是重于泰山。公主在天下人心中是大度、正气的女中豪杰。若其夫君因叛乱之罪而被处死，公主忠诚爱君之名必被辱及。只怕届时公主无辜，陛下为难，众亲唏嘘。夏侯婆叛乱之罪，朕为公主压住，但她有负公主，公然违背朕的告诫，仅这一项，已是死罪。夏侯婆种种荒唐，伤害公主至身，便是死10000次都不足惜。但若以私德不检而判其死罪，世人必说公主遇人不淑，所嫁非人，也有损公主颜面。为了公主声誉颜面，望陛下收回成命。姐姐，你以为如何？这个人是生是死，与我无关，请陛下定夺。夏侯婆，你一不忠于我大汉，二不忠于公主，可为保公主名声，朕不得不饶你一命。谢陛下不杀朕，谢陛下，谢公主，谢公主。今后，公主与你再无夫妻之名，生死不复相见。你滚回你的汝阴，若以后再行差踏错，朕定要你不得好死。谢陛下，还不快滚！这几年委屈了公主，真是日久见人心，应该是至亲。风流快活之时，有妻若无；大难临头之时，才低声下气。倒是大将军，纵使已非主仆，始终处处维护支持。平阳敏感物内，当日平阳侯临终嘱托，要我好好照顾公主，卫青一直不敢忘记。何况公主对卫家有大恩，公主有难处，卫青定会挺身相护。你是忠义之人，守信而不忘恩，
只是你可知道，当日公主勾结外戚，图为谋权，那些谣言，全都是夏侯坡散布出来的，目的正是要你我避嫌疏远。也许真是天意，你我也只能顺应，怀恨抱怨，仅会徒增不快。公主，梦魇过，请珍惜现在，走好余下的路。是，但愿前方终有美好相待。卫青，魏王做公主牛马，为公主所屈的承诺，只要公主需要，卫青定会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此志终生不移。此般君子，本要真心待我。